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从皮肤骚扰到癌症晚期，仅3个月，这起悲剧给所有人敲醒警钟。李娟39岁，3个月前在一次吃完海鲜后，出现皮肤瘙痒的症状。她怀疑自己这是海鲜过敏了，所以没当回事。过敏很正常，毕竟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敏的东西。一般的情况下，只要脱离过敏源，症状即可慢慢得到缓解。但奇怪的是，她的瘙痒持续了好几天没见好转。皮肤瘙痒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可一旦发作起来，却能让人折磨得生不如死。没办法，她来到小区边上的诊所，医生简单的看了以后，认为这是湿疹，并给她开了一些外用药。用药的前几天，症状确实得到了缓解，可慢慢的，她发现药对自己已经起不了作用了。恰巧这个时候，她听同事说，隔壁县里有个医生专门是治皮肤病的，医术很厉害。在某个周末，她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个医生所在的县城。听完她的主诉后，医生给她开了满满一大包中药，叮嘱她一定要按时服用才会有效果。中药很苦，对于一个从没有喝过中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一想到自己的皮肤病，她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去。1个半月前，她把所有的中药都喝完了，心想着这下应该要好了吧。可现实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皮肤瘙痒症状不仅没有任何的好转，她还出现了食欲减退、反复恶心等的症状。正好此时家里一个亲戚结婚，她在参加婚礼时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表妹。表妹第一句话就是说，姐，你这皮肤咋回事？咋暗沉沉的？这句话彻底点醒了她，不能再拖着了，得赶紧去大医院看看。因为在这2个月里，她确实感觉到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除了无休无止的瘙痒，她的体重也在减退，皮肤越来越干燥，脸色怎么看都不像正常人。1个星期前，她在省城的3甲医院被确诊了肝癌晚期。这是一起很典型的悲剧。悲剧之处在于皮肤瘙痒现实生活中是很常见，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在出现相关的症状后，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过敏、湿疹或是真菌感染。正是基于这种猜想，往往忽视了其他的症状，导致患者麻痹大意，并耽误了最终的治疗。皮肤瘙痒和肝癌有什么关系？肝癌患者一般合并严重的肝病，其中就包括了肝硬化。肝硬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就会出现肝硬化时代长，加上肝脏有代谢解毒的功能，当毒素不能在肝脏里进行代谢解毒时，就会沉积在身体里。此时患者就会表现出皮肤瘙痒、干燥以及面色灰暗等。当肝癌患者的肿瘤堵塞胆管时，会出现胆道梗阻，时胆汁就很难正常的进入肠道，并因此反流如血，患者就会表现出皮肤和巩膜黄染。而胆道梗阻引起的黄疸也很容易导致皮肤出现瘙痒症状。皮肤瘙痒还可能是这些癌症。之前有个27岁的程序员，在确诊癌症前，他时常的感到后背发痒，有时半夜都会被痒醒。由于工作忙，他没把这事放到心上，直到有天他晕倒在工位上，被送到医院，最后确诊为淋巴癌。皮肤瘙痒之所以是一些癌症的信号，是因为很多恶性肿瘤在发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伴随着一些皮肤症状，比如瘙痒、发黑、增厚和红斑等。当肿瘤细胞产生的组织胺和生物活性物质随着血液一路的直达皮肤时，会刺激到皮肤的感觉神经末梢，就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皮肤瘙痒。就比如下面这些皮肤瘙痒就可能是癌症信号。1. 肠癌一般表现为肛周皮肤瘙痒，很容易和痔疮、肛周湿疹混淆。
肠癌所引起的瘙痒往往表现为肛周皮肤局部发痒，且伴随一些分泌物带有肛肠坠胀感。2. 脑部肿瘤。事实上，这是一种感觉的异常。当脑部长出肿瘤时，中枢神经系统就会跟着出现问题，此时就会有身体脑外部位的感觉异常，包括异常的瘙痒感，一般常表现为鼻腔莫名的发痒。如果鼻腔感觉到莫名的瘙痒，且检查后鼻腔没有任何病变，并伴随视力障碍、呕吐和耳鸣等症状同时出现时，就要怀疑脑部问题了。3. 皮肤癌。要是某一处的皮肤出现异常，比如原本的痣突然发生了异常改变，而且伴随着瘙痒，就要重视了，最好及时去皮肤科看看。此外，皮肤瘙痒还可能是胆囊癌、胆管癌、胰头癌等的信号。有数据显示， 30% 患恶性淋巴瘤的老年人， 25% 患生殖器官恶性肿瘤的病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瘙痒。这些疾病也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1. 尿毒症，一般表现为全身、胸背或者是头部瘙痒，轻者一般为间断发作，每次持续若干分钟后缓解，严重者可能会长期发作，而且夜间的时候症状最为严重。2. 糖尿病，因为血糖水平波动太大，导致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部分糖尿病患者可能会感觉到腋下以及大腿根部有明显的瘙痒。3. 甲亢，在甲状腺分泌过量时，器官就可能会出现功能异常，这其中就包括了免疫系统。人体的免疫系统一旦紊乱，就可能导致组织胺从皮肤细胞里释放出来，并激活真皮的神经末梢，导致四肢发痒。4. 甲减，甲减属于甲状腺素分泌减少，新陈代谢缓慢。由于我们小腿前部皮肤汗腺和皮肤脂较少，不容易出汗出油，对干燥很敏感，因此部分甲减患者可能表现为小腿瘙痒。由此可见，痒并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肿瘤引起的瘙痒往往有3个特点： 1. 找不到原因的痒，与天气无关，使用药物无法缓解。 2. 皮肤变化不明显，但是就是痒得难受。 3. 属于突然发生，以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全身性瘙痒。如何区分普通的皮肤异常和癌症？皮肤与某些器官环环相扣，当这些器官发生病变，皮肤也会彰显出来。那么如何更好地区分出普通的皮肤问题还是肿瘤引起的皮肤表现呢？首先看皮肤症状是否顽固。当发现皮肤瘙痒时，确定是否蚊虫叮咬、过敏等的普通的皮肤疾病，可通过药物达到有效缓解，而癌症引起的瘙痒则无法通过药物来治愈，通常反复发作。其次，皮肤并发是否找到病因，如皮疹、皮炎等的皮肤病，医生能够迅速地辨别，而肿瘤引起的皮肤表现一般还会伴随有其他的症状，很难找到病源。例如肝癌患者会同时出现皮肤变黄、大便异常、体重下降等的症状，出现皮炎时用药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当自己无法判断是否皮肤问题引起的皮肤病，还是前往专科医院进行辨别。皮肤瘙痒看似无关紧要，却也可能是癌症发出的预警信号，所以大家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情况，发现异常不要掉以轻心。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非常的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